那我们再来看 verbal 的地方，那这边我就不多讲哦。这个地方的黄底指的是超时，这个地方的黄底指的是决策失误，超时不一定是决策失误。像这个地方它用到2.2分钟，在 verbal CR 一题2分钟，它是超时的。可是呢，因为它是在前七题前1/3，所以这边不算是决策失误。对于这位同学来讲，这个时间控制就超级重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他最后是有题目没写完，没写完被扣掉1.5个积分。他现在的 verbal 是79，他其实原本是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是一直被扣掉分数，他原本是在80.5的地方，一题没写完被扣掉1.3个积分左右。那你看哦，我们看纵轴，他就被扣掉了10几个百分位。那如果不是没写完，只是猜完的话呢，掉一点点而已，这个没写完伤害太大太大了。所以对他来说，时间管理就变得超级重要，尤其是 verbal 这个部分。而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这个套实题，其实不是集中在 CR，是集中在 RC 上面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看 CR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RC 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先按难度来排序。好，一样，负二是最简单，正二是最难。再按题型来排序。来，你可以看到刚刚讲的肖洛加强评估，还有 Boffice 题这一种类型的题目是全对。这种类型题目呢，虽然有错，但是呢，这两道是无效题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时间比较赶，没有办法认真写的题目，所以我们不会列入计算。0.9分钟根本没办法去认真写题。但在剩下的有认真写题的有效题里面，它是全对的。两种题型去掉无效题之后的数据是全对的，但它的时间是需要控制的。那我们也不会说是让他去做所有的题目，会要帮他缩减练题的范围，因为知道他现在要做的就只是 CR 要控制时间，所以我就会请他，我就会把这些超时的题目挑出来，请他告诉我这些题目到底在考试中是什么题型，我都会写在后面这边，请他会去帮补充。像这种就要帮我去找出是哪一种类型的题目，这种就要帮我写哪一种类型的题目，好对吧？这些都是超时的题目。那如果他想不出来的话，就要用考前的做题数据，考前2周到底什么样的题目最容易超时，把它整理出来，然后由我来去做分析。总而言之，我给他的 CR 建议就是，他只需要去做高难度的题目，因为他实际上是全对的，只是他的速度效率实在太差了。他建议就是 CR 这边 OG 跟 OV 只需要去做 hard 跟 advanced question。advanced question 是 GMAT 官方出的难题集，里面全部都高难度的题目。好，一般人练不一定有效，有些人他只是还没走就想要去飞，就想要去学念那种题目都不会进步。要是我们分析出来真的需要练的再去练会比较好。但是他不需要做所有的题目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只是部分的类型的题目会超时，所以我们需要去帮他指定更进一步的缩减题型，那就需要去帮忙去整理出来是哪种类型的题目做的比较久。那我们来看 RC 的部分，RC 的部分我们现在回来按照题目的顺序来排。可以看到这边同学非常衰哈，考试时候遇到4篇文章连在一起，RC 地狱就很像那个黑白大厨不是有一个叫什么豆腐地狱嘛，一连做一堆豆腐料理，这个就叫 RC 地狱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堆 RC 的文章给你这样子。第2篇文章跟第4篇文章分出来了，怎么去看的？虽然都连在一起，可是首先没有2题的 RC，也没有5题的 RC，只有3跟4题的 RC，然后再来就是每一篇 RC 的第1题一定会花比较久时间，所以我都把它标出来，这是4篇 RC 这样子。那你可以看到它主要超时是在第2篇跟第4篇。好像你看这一篇的话是花几分钟，这边花了6.7分钟，在中期的话应该是3题6分钟。那这一篇的话，它花了8.8分钟，在后期的话应该是8分整就好，所以这2篇是超时的。而且这2篇的超时很明显是，尤其是这个时间是倾向在第1题身上因为正常来讲，我们刚刚讲了嘛，第1题应该是2分钟的阅读，2分到2分半的阅读，再加上1到1分半的做题时间，所以最多不会超过4分钟。那这代表说这两道题可能会有阅读障碍，这一篇文章有阅读障碍，所以我需要去请同学回忆第2篇文章他所遇到的障碍是什么，然后帮他去安排阅读训练。这里面错的题目可以看到，其他题目的 state 几乎都没有错。那这篇可能有阅读障碍了，因为这篇你看哦，它3题里面除了错了2题，连那种读字面文意的题目都会做错，所以有可能他读错意思。好，所以还是要询问他的回忆。这里面其他的题型，state 的表现很稳定，那大部分都是做 infer idea 的。那 infer idea 呢，正常来讲，我的习惯都会是去请同学去更细分，说到底是 evaluation，就是作用题、逻辑题，或者是推论题 inference，或者是刚刚讲的类比应用题 application。可是这边应该是不用去细分的，为什么？它错的题目实在太多了，3/4的 infer idea 都错了，所以呢就不用去细分了。平常做题的时候，
全部的 infer idea，就是刚刚讲的3类应用题、评估题、推论题都给他做下去就对了，而且都要去主体检讨、主体录音、主体检讨这样子。好，我就会再继续交叉去检视，因为我会在面谈的时候先同学做一个阅读检测。好，不管是做大篇文章的摘要，看他的略读能力、组织能力，还是说小段文章的精读能力、翻译，我会去看他到底是不是有单字的误解问题，某些学科背景领域缺失的问题，或者是他的这个有错读、错推论的问题，我就可以去交互的检验，到底是真的阅读速度慢、阅读能力不好，还是说其实只是做题不好。但总而言之，RC 的话，我会建议他优先去学习终结者的3、4、5章，因为终结者的1、2章主要是针对文章的大架构跟主旨题有关系的，但是后面的3、4、5章主要是针对跟 infer idea， 就是刚刚讲的一些题目比较有关系，就是一个题目你要怎么去做预想，怎么去做 pre-think， 然后你要怎么去避免那些过度推论或者是陷阱的混淆选项。我就会建议他的课程先学习3、4、5章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学习完之后呢，平常的做题就会从中难度开始做，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大部分的题目都是在高难度的地方错，但是因为他要学，虽然大部分的题目都在高难度的地方错，但是因为他今天要去学习一个新的方法，我就会主动把它先降难度，好，让他能够在第一层难度做的比较熟之后，再去跳到原来难度去做。但这些题目都不需要去做全部，他可以跳过 main idea， 可以跳过 supporting idea， 他只需要去做刚刚讲的3种 infer idea， 但是要主题检讨。因为呢，在考试中真的有可能会3到4篇给你连出，所以他平常做题的习惯要变成是不能每一篇做完每一篇就检讨，他必须要一次连做3到4篇再回来一起检讨。